图上所画的就是鬼玺。我们东夏的祖先传闻是昆仑山脉西陵圣母的后人，这鬼玺便是西陵圣母的圣物之一。后来发生了一些变故，我们的祖先离开了昆仑山，一路迁徙到了东边。他们发誓要在那里开疆拓土，成就一番霸业。不久，辽阔的漠北草原上出现了一位女将军，她战无不胜，所向披靡。传言说，她身上带着一方鬼玺，那鬼玺可以召唤阴兵，附在活人身上为她作战。后来，她自立为王，她就是东夏的第一任王，傅贤女王。传说傅贤女王称王后，虽攻城略地，战无不胜，可她的身体也慢慢在发生变化。在她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，再也无人见过她真正的面目。傅贤女王知道，那是她使用鬼玺后的反噬，于是她让人将鬼玺永远封存，葬在她的尸身之旁，并嘱咐后人永不可开启地宫。但300年后，她的后世子孙明律胡达女王，也就是我的母亲，违背了傅贤女王的遗愿，让人从地宫中取出了鬼玺，以及打开鬼玺的钥匙，那3条铜鱼。再后来的事情你也知道了。在武和35年，在与大庸对战的战场中，东夏虽用鬼玺战胜了大庸，却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明律胡达女王临死前尘封鬼玺，埋在无人知晓的地方。在贞顺9年，鬼玺还是被你的父亲蒯夺找到。千百年来，鬼玺的传说让无数野心之人按捺不住。当他们知道鬼玺背后的力量时，会付出一切代价去得到它。这些年，我一直在搜集与鬼玺同源的磁石，终于打造出这个罗盘。只要将铜鱼扣在罗盘中央的磁针之上，鱼手就会指向鬼玺所在的方位。之前我与曹敬贤合作，就是为了铜鱼，但现在我已经不需要它了。殿下想我怎么做？直到今日，你的第3个仇人还如鬼魅般藏于未知暗处。只要你愿意帮我找到鬼玺，我就助你找到第3个仇人，为蒯家报仇。藏海愿与殿下结盟。别着急，结盟之前有一件事情我要跟你说清楚。殿下请讲。罗盘和我女儿，你只能选一个。你选择罗盘，就是选择继续复仇。我不想我的女儿跟一个背负着深仇大恨的男人在一起。但如果你选择我女儿，我要你放弃复仇，不要再打鬼玺的主意。母亲，你不想听听藏海怎么回答吗？殿下让我选，我选不出来。我父亲临死前留给我一句话：从前我怎么也想不明白，但听了殿下与我爹的故事以后，我终于想明白了。原来我父亲临死前留的那句话，是留给殿下的。那么我也给殿下一个选择吧。殿下是想知道那句话
还是想让我做出选择？你威胁我？殿下对我爹的情感可以是真挚的，那么我与暗图的情感为什么不能是真挚的呢？母亲，我是您的女儿，找回鬼玺也是我的愿望和责任。自从我来大雍，危险就一直在女儿身边，女儿从未怕过，今后也不会怕。我算看出来了，你这匹马恐怕会比你父亲跑得更远。让我来看看你有多大本事吧。藏海，谢殿下成全。从今日开始，你我就是生死一体的盟友。此处往右走。再往左。再往右走。一直走。向右转。大人，右边走不了了。停。大人请。你们好好休整，我去其他地方看看，还有没有什么需要修缮的。是，大人。来者何人？工部侍郎藏海。过几日会起大风，韩章殿修建已久，所以我想过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加固的地方。
有劳藏大人费心，但皇上叮嘱过，含章殿不可擅自修葺，没有允准不得入内，还请回吧。回来了。怎么了？哎，你怎么出这么多汗啊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说话呀！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知道鬼玺在哪儿了。啊？在哪儿？在皇宫，在皇上的含章殿里。含章殿。哎呀，这么说，你爹当年……我回来的路上一直在想，武天之下最隐秘的地方，莫过于皇宫，莫过于皇上的龙榻之侧。那你说，皇上这么多年知不知道呢？要说在皇宫的其他地方，我尚且相信那是你爹偷偷藏的，可那是含章殿呀，皇上每天待的地方。你这么说，我爹当年挖到鬼玺，根本就不是个巧合。如果你爹修筑封禅台，是奉了皇帝的密旨，寻找鬼玺呢？可你爹为何不将童玉一并交出呢？按照女王的话说，这童玉可是开启鬼玺的钥匙啊！这个我也想不通。难道皇上就是？不是的，皇上不是第三人，否则他绝对不会允许平津侯和曹敬贤拥有童玉。况且，如果皇上要杀我爹，在他递上鬼玺的时候就可以杀了，没有必要等到他回家之后再动手啊。鬼玺在皇上手里，童玉在你的仇人手中。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除了皇上和你爹，恐怕再无人知晓了。义父，说，藏海今日以修葺皇宫为由，将宫内走了个遍。他有何异常？行迹确实可疑，像是在找什么。最后，他在含章殿外驻足很久。含章殿？不错。之后，他就回去了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啊！可笑啊！这么多年来，咱家进进出出含章殿多少回呀？钦天监已勘定了东陵山中的一处吉地，会择良辰吉日，将玉胎敬送去那里供奉。全程我都会亲力亲为，殿下请放心。我相信你一定不会出差错。藏大人，
带我参观一下这青天剑吧。当然，这是在下的荣幸。殿下请。青天剑设有天文、漏刻、神木、象夺、今后5司，各司分工不同，星象观测、报时报更、营造建设、丧葬入殓，都有所涉及。那你父亲呢？他最擅长什么？身为青天剑监正，自然是要精通各司技艺。总有最心仪的吧？如果真要这么说，他最喜欢做木工。殿下请。殿下，他当年就常常在这儿处理公务。他在这儿待了多少年？20年。如果没去东夏，他现在应该还在这儿吧？如果当时他留在东夏，也许你的家人都还活在这世上。天下憾事，皆是因为如果。但很可惜，偏偏没有如果。殿下。人来这世上，匆匆几十年，会得到很多，也会失去很多。走了的人，就再也找不回来了。你要记住，最重要的是珍惜眼前人。他宁愿舍弃性命，也要守护秘密。你宁愿失去性命，也要为他们报仇，是吗？人之渺小，只能被命运摆弄。我父亲当年没有选择，我也一样。走吧，我们换个地方说话。你刚刚说你父亲没得选，看样子你已经知道鬼玺在什么地方了。鬼玺就在皇宫，在寒章殿内。快躲！这就是你说的大义吗？是啊，除了大雍皇帝，又有谁能让你父亲效忠至此呢？一国之主，要是得到这样一件神器，又何愁不能千秋万代？所以你父亲就义无反顾地替皇上拿走了鬼玺，是中原的君臣之道害死了他。不，我父亲当年拼死也要将鬼玺交给皇上，却没有将童玉一并交出，这才是他要的大义。好一个忠义两全！在你们大庸人眼中，皇帝到底是什么？是天，是君，也是父。
那接下来呢？我想要拿出鬼玺，用它引出第三人。在皇帝的眼皮底下，你胆子够大呀！就算能混进宫，你能进入守卫森严的寒章殿吗？我需要殿下助我一臂之力。寒章殿，皇帝。那么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做？你闭嘴！我来说。就一句话，他疯了。他说他要私闯寒章殿，偷出鬼玺。我现在只有通过鬼玺才能找出第三人，别无他法。你们都疯了。冬夏女王也是可恶之极，不但不阻拦你，还要把你推出去送死。皇上的东西都敢拿，你们都疯了。师父，我现在真的没有更好的办法了。此事非同小可，非同小可。会有很多人受到牵连，甚至丢了性命。藏海，你确定要这么做？我离找到第三人只有一步之遥了。恩公，如果是您，会选择停下吗？但如今鬼玺在皇帝手上，一旦丢失，到时候天威震怒，天下之乱和个人家仇，你又会如何选择呢？待我用鬼玺引出第三人，将他杀了报仇后，我自会向皇上道明一切。若皇上怪罪于我，我会独自承担，不会让任何人受到牵连。我从10年前那一晚做出选择以后，就再也没想过可以全身而退了。藏海，看来你心中已经有了答案。既如此，尽力而为吧。这10个吸烟美人，除了身份造假之外，手上竟然有一样的烫伤。将军，为何不将他们抓来一并审问？事关和亲大局，如此兴师动众，恐怕不好收场。我们得逐个调查。10个美人烫伤，都在右手手腕，这明显就是有人故意的。梅林手腕也有烫伤，为何不在这名录之中？将军，属下怀疑这些事情与景王有关。属下查过了，10个美人烫伤之时，荣安殿的旧人刘嬷嬷都在现场，定是景王指使刘嬷嬷烫伤美人。这些美人马上分封进入大研官员府邸。若是……莫要乱猜。属下并非胡乱猜测。自从美人进入鸿胪寺，景王就老往鸿胪寺跑，还为梅林做出了许多荒唐事。依属下看，景王定是以宠爱梅林为由，借机联系探子。若是将梅林抓来审问，定能问出些什么。老爷，李青果然被藏在西山矿场之中，矿场内偶有矿工闹事，李青就关在闹事矿工的地牢之中。
西山矿场的庐陵军守将杨震早已暗中投靠了太子。张印这招灯下黑，够大胆。那我们岂不是要在太子眼皮底下抢人？我若是扮作侍卫的话，肯定会引起太子注意的。看来掳走李清还是要从长计议啊。王爷，洪都司来信说，殷将军查到刘嬷嬷烫伤美人，梅林姑娘也被秘密请入将军府中。不知殷将军找我有何事？审一个美人，不劳烦殷将军亲自动手。你不是普通美人，你是西燕探子。按大言律，探子要受炮烙之刑。将军说我是西燕探子，可有证据？这便是证据。将军误会了，这个伤是我下厨的时候不小心烫的。说，谁是你的主子？是不是景王？人人皆知，梅林是景王的人呀。你以为你凭什么受宠？无非是你这张脸，与我们将军有几分相似罢了。将军凭什么动私刑？就凭你不配用这张脸。住手！将军，你滥用私刑，用的是本将的脸。这次事情按违抗军令处置，自己去领20军棍。若还有下次，绝不轻饶。将军，他是景王的人。出去。是。殷将军，我不是西燕探子，还请将军明察。你这伤是怎么来的？我不小心烫伤的，是个意外。什么意外？将军想问什么，问本王便是，何必要大费周章的把本王的美人请到这里来？他对本王没有秘密，毕竟美人身上有几颗痣，本王都知道的一清二楚。本将接到密报，有人逼迫西燕美人做探子，监视朝臣，手腕上皆有一样的伤疤。他是你的人？他自然是本王的人。你知道本将在问什么？好吧，那些美人是本王烫伤的。为什么？红炉寺人人都知道阿梅与本王的情谊。有人故意嫉妒使坏，烫伤阿梅，本王自然看不过去，必须要以牙还牙的报复回去。你不用拿他当借口。景王不是会参与这种事的人。本王是真心实意的爱阿梅，自然舍不得她受半分委屈。你不是耽于情爱之人。往年德嘉皇后唠叨那么多，人长大了，总是会变的。方才殷将军说的密探是怎么回事？太子拿你没办法，便仿照你的烫伤，借机诬陷本王，利用西燕美人笼络朝臣。觊觎储君之位，那些美人会不会有事？本王赢了，他们便不会有事。王爷已经想到办法了，杀张印，就可帮我们破局。需要坐镇，才不会让太子察觉端倪。还有，
无论发生何事，首先要保证梅林的安危。王爷放心，梅林姑娘武功高强，此事对于她来说再简单不过了。现在离破局，就只差一个人证了，一个父皇信任的人证。禀王爷，殷将军来访，已在后院等待。人证不请自来了。自从你离京以后，我便再也没有来过这个院子。这棵梅树，还是你亲手种在这儿的。明明是将军强迫本王种的，那年比剑，本王输给了将军，将军便不依不饶，非要逼本王在这里种下一棵梅树。景和，你真的从来没有想过，比剑只是借口？我不相信你烫伤美人是为了讨好梅林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本王啊，想要那个至尊之位。那个位置向来能者居之，若是景王心智不变，大可正大光明的去拿，何必利用心烟探子走了歪路？哼，殷将军多虑了。无论本王走的是哪条路，始终行走在大炎的土地上，绝不会做任何危害大炎社稷之事。那些吸烟的探子到底怎么回事？殷将军可还记得我们曾经打猎的钟灵山？3日之后，殷将军若是赴约，自会知晓。是我的失职，待我抓回张掖，再跟王爷领罪。派出所有人，务必抓活的。是。什么？他还活着？他从景王府逃出后，往城郊据点去了。好个张掖，竟能骗过本宫，还从景王手上逃了出来。带上所有人，这次本宫要亲眼看着他死。是。钟灵坡，张掖就在那儿。碧气血只能撑1个时辰，剩下的就靠你了，王爷。殿下，这下死透了。快把尸体带走。是。老三又来晚了。这一局是大哥赢了，不过没有人会一直赢。你竟然利用落梅，
大哥可以利用殷将军做吸烟探子局，本王自然也可以请殷将军做个人证，太子灭口张印的人证。那支箭可打着东宫的标志呢。张印不过是一介下官，就算拖尸体到了父皇面前，他也未必会听你的一面之词。一具尸体自然动摇不了东宫之位，但却可以在父皇心中埋下一颗怀疑的种子。文华阁失火一事是由大哥一人督办，若是被父皇知道是大哥杀人灭口，大哥苦心经营多年，又何必在父皇面前自毁形象呢？所以，你想谈什么条件？果然还是大哥了解本王啊！只要大哥出手解决吸烟探子一事，本王今日可以没有看见张印，咱们一人赢一局，如何呀？大哥，你不亏。时至今日，其实大哥都没有想过要把你置于死地。是啊，不过是想把本王赶回京北罢了。只是本王与太子的比试还未完，怎么能先下擂台呢？慕容景和，慕容景和，殷将军，本王在此。若没怀疑大哥，就是父皇怀疑大哥。大哥真的不在意吗？多谢大哥成全。把猎物抬到靖王府。我们的人即刻隐蔽。是。太子殿下怎么在这儿？大哥是本王邀来的，本王遭人暗算，心情抑郁，只有大哥能帮忙排解。做哥哥的替弟弟分担解忧，不是天经地义吗？嗯。这靶场咱们有多久没来了？大哥，你知道我现在无心叙旧。太子殿下，吸烟探子一案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兵部侍郎甘宁设局陷害三弟，他误解了我们兄弟之情，以为景王回京是为了征楚，想将三弟赶回京北去。虽是甘宁自作主张，三弟终究是因为大哥受了委屈，大哥在这里向你赔不是。本王的郁结，果然只有大哥能解。不如像以前一样，两位殿下再比一场。洛梅，我们都知道，在这靶场，我向来是输家。太子殿下也赢过，唯一的那一次，是因为你。想赢，就光明正大点。本王认输。若不是大哥相让，我赢不了。赢不了的局，逼他做什么？没意思。本王郁结已解，就不打扰殷将军和太子殿下叙旧了。我此生唯一不能输的就是你，洛梅。
狗奴才！你们给大皇子用的什么弓啊？是我自己挑的。他们就是见你好说话，所以才敢偷懒的。用我的。玄烈哥哥比你厉害多了，换把好弓，准能赢你。再试试。好，咱们再比。洛美，我赢了。看吧，我就说你比不过玄烈哥哥。还是老三厉害，这次只不过是大哥运气好。大哥好剑法。不过大哥，我迟早会超过你的。洛梅，你帮大哥赢了我，我都没生气，你有什么不开心的？父亲说，军营是男子待的地方，以后不准我来靶场。凭什么女子嫁人之后要在后宅终老？哼，我偏不嫁。洛梅，你放心，等我以后当了大将军，就带你上战场，保家卫国。而且，一个比男子还要厉害的女将士，本将军怎么会拒绝呢？真的？那可说好了。一言为定。保国安邦，护我大言。护我大言。保国安邦，护我大言。保国安邦，护我大言。当年若不是你赠功，我怎么能赢？太子殿下剑术高超，您要想赢便能赢，与洛梅无关。我若想在后宫里过安稳的日子，就只能一直输。人人都道我好福气，我母妃出身卑微，生我时难产而死，而我却能在德嘉皇后的膝下长大。母后对我很好，可她对我越好，我越受罪。荣安殿的那些奴才，从小就怕我这个皇长子抢了他们小主子的风头，处处针对我。其实我早就知道，那张弓是坏的，因为你，我第一次可以光明正大的赢。自那时起，我就希望有一日，可以站在你的面前，告诉你我的心意。太子殿下，平南军守卫的不仅仅是那个位子，更是大研的疆土和万千百姓。洛梅拼得一身军功，只为做大研的纯臣。洛梅不愿，也不会做你们夺嫡的筹码。我想赢的不是平南军的军权，而是洛梅你的心。你可知道？你的志向我从来没报，老三随口答应你的事，我替你完成。我说过，就算你做皇后，军权仍然归你，你仍是殷将军。我绝不会将你困在后宫。若有违诺言，这卷诗书，将军可公之于天下。殿下的心意，洛梅承受不起。
王爷吩咐，让梅林姑娘在此等待。王爷赢了。是我们赢了。那些美人没事了。您放心，本王会想个办法送他们回西燕的。你受伤了，为何不穿金丝软甲？我是故意的，不然瞒不过太子。就是小伤，不碍事。这是军中的伤药，可能会有些疼。王爷，我不怕疼。疼吗？没事，小伤而已，死不了。不怕死，不怕疼，你这人就没什么怕的吗？我有怕的，我怕我阿娘。人有牵挂，才会惜命。本王记得你说过，你的簪子是沟通阴阳之所。本王相信，你娘在天上看到你这么拼命，也会担惊受怕的。你谁呀？谁？出来！谁在那儿？出来！谁在那儿？张大人，你是？张大人不记得我了。威北军，先锋营，庞气。你不是死了吗？你也死了。认罪！向威北军每一个人认罪！庞都头，我知错，我认罪。向他们认罪！是。魏北军戍守柳城，我认罪。魏北军副将杨东虎，我认罪。魏北军百夫长王福田，我认罪。这世上已无魏北军，你却执意跟着本王，宁愿活在这种地方。
本王一定会带你，带他们离开这里，活在阳光下。这个香囊应该可以让他睡得好一点吧。王爷，啊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你喝酒了？你别动！你在幻觉里就是这么对本王的，凶得很。怎么喝这么多啊？当然要凶啊，不凶是会被人欺负的。那你那么凶的人，不也怕你阿娘啊？我阿娘她总想让我嫁人，她着急把我赶出去。哼，你不想嫁人？主要是赘婿不好找啊。为什么非要找赘婿啊？因为我阿爹常年在外面打石头，家里面只有我能照顾我阿娘。我本想照顾我阿娘一辈子，所以怕是因为在乎。那你怕本王吗？王爷是好人，我当然不用怕。本王可不是好人，你对本王做的事，本王一桩桩、一件件都记得。本王还记得第2次你见本王的时候，就咬破了本王的嘴巴。那这样，若是王爷计较，王爷可以咬回来。咱们的账一笔勾销。本王要扣押你的簪子，待到我们扳倒太子，再还给你。想跟你阿娘说话，就来找本王。甘宁一个侍郎，竟然敢设局构陷皇子，太子，你可治罪？父王，玄烈御下不言，任凭父皇处置。皇上息怒，此案若不是因为太子殿下，恐怕不会这么快真相大白。殷将军，请起。谢皇上。
西燕探子一事没出乱子，都是殷将军的功劳。殷将军此次汉访回京，本该让你歇息几日，谁知竟生出这些事端来让你忙碌。微臣为君分忧，责无旁贷。好，此事尽快结案。甘宁，秘密出斩。至于那些美人，少不得要安抚一番。总之切勿张扬，引起两国嫌隙。皇上，微臣以为这10个西燕美人被人冤枉，难免心生怨怼，实在不宜和亲。不如让他们同乐清公子一同回西燕，以此彰显皇恩浩荡，也可平息流言。好，那就照殷将军的意思办。臣遵旨。臣告退。这个甘宁的胆子是向东拱介的，底下的奴才都是见风使舵的人。你若不是存着忌惮老三的心思，甘宁敢陷害皇子表忠先？父皇，儿臣对三弟绝对没有半分加害之心。若父皇认为悬列难堪大人，儿臣愿即刻让贤。行了，太子，你身上担的是大燕未来的江山社稷，朕对你的期待，自然要比老三多。老三的身体本来就不好，做事荒唐些。你作为大哥，要多担待。儿臣谨记父皇教诲。皇上允。王爷，西燕探子之事算是彻底解决了，太子也算是自食恶果。听闻在延明殿一直磕头，父皇就原谅他了？哼，父皇到底还是心疼大哥呀。其实皇上还是宠爱王爷的。今日殿上，皇上还提及了殷将军的婚事。其实皇上更乐意看到景王府和殷家联姻。这些都是刘忠刘公公亲口告诉我的，而且他还吩咐了之前所有的美人，无诏不能出入鸿胪寺。青燕以为皇上这是在提点王爷。这父皇怎么又乱点鸳鸯谱啊？吩咐连袖带到梅林分封入府，以侧妃之礼相迎，最好能让父皇他断了赐婚的念头。是。这双林院是不是小了些啊？哦，除了王爷的占月阁，就属双林院最大。况且双林院离占月阁最近，阳光最好。
王爷的意思是让梅林姑娘直接搬进王爷的占月阁。就双林院吧，坏了规矩，总是不好的。殿下是最不讲规矩的人了。留着吧。大司农的花奴前不久刚培育出几株豆绿牡丹，皇上也赏了景王府一盆。王爷若是喜欢赏花，本王就喜欢这些死不了。入土即安家，荒年充饥，盛年簪花，可比那些什么牡丹强多了。很久没见王爷这么开心了。咱们的账一笔勾销。本王要扣押你的簪子，待到我们扳倒太子，再还给你。想跟你阿娘说话，就来找本王。你是在担心我？